你有没有曾经觉得每天上班下班，日复一日，周而复始，有时候真的会想，这种寄人篱下、身不由己的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到头？不知道要努力多久才有可能存到一笔钱，甚至达到真正的财富自由？因为这样，很多人会开始找钱做副业，想靠自己多赚一点。但说实话，副业真的不轻松，大部分的钱也没有想象中好赚。我以前就是这样，这10年来也做过很多工作，家教、行政助理、面试官、自媒体，加一加真的超过10几种。当时我一直以为，只要多努力一点，多接一点工作，就能存多一点钱，早点自由。但后来我发现，靠时间换钱这条路真的特别累，效果也很有限。所以今天这支影片我会分享这几年我做过的各种业，等下分成4大类来聊聊各自的优缺点，还有最后怎么慢慢找出一个不太花力气，每月默默为我带来收入的方法。如果你也在找一个不那么累，但可以长期累积的收入来源，那或许我走过的这段路可以给你一些参考哦。首先我回头整理一下自己这几年做过的一些兼职副业，大致可以分成4大类，分别是劳力型、技能型、自媒体型还有投资型。那第一类的劳力型收入，这种工作最直接就是拿时间换钱。自己以前曾经在大学的系办当工读，也当过收银员，在咖啡店打过工。老实说，这类的赚钱方式门槛低，好上手，不像一些管理职需要承担太多的责任，但就是蛮累的，然后薪水又不高。像我那时候大概工读1个小时是120元，要凑个月薪1万元以上，基本上就是假日都在工作。虽然是可以养活自己，但也会觉得时间被榨干了，而且很难有更进一步的存款。所以后来我就找了一些需要知识、技能型的工作。那这类工作跟劳力型最大的差别就是可以用自己的能力或专业帮别人解决问题，例如说教学、剪片设计等等方式。那我以前自己是在念理科的，在做了一阵子劳力型的工作后，后来开始找了一些偏知识技能型的工作，就是像家教啊，或者在补习班教数理等等。比起劳力型的打工这类的副业，时薪确实比较高，像家教一堂就可能可以赚个几百到几千，一周几个小时就可以都有稳定的收入。但相对的，也不是说技能型的副业就比较轻松，不要备课、改作业、出考卷，适应不同学生的程度，与家长沟通学生的状况等等。因为还有一个问题是，收入很吃接案量、口碑还有体力，就是一旦生病没空没做就没有收入。所以我那时候就感觉这种收入来源虽然单价比较高，但本质上还是靠时间去换。而且如果只是一直靠自己接案教课，那这样的收入其实也很难放大，毕竟一个人的工作精力都有限。所以我认为这样的赚钱模式还是有一个天花板。当然啦，除非你的技能比较稀有，那你的时间单价就可以拉得比较高，收入自然比普通的更上一层楼。所以我后来也开始思考，有没有一种方式可以让收入更稳定，甚至有一点点累积的效果，不是有做才有钱那种。所以后来我就接触到第3类副业，也就是自媒体的收入方式。这几年网络上经常有人说呢，经营 YouTube、经营 IG，一支影片就能赚几万、几十万，所以很多人就开始想象自己是不是也可以靠自媒体当副业，甚至变成主要的收入来源。那其实我自己就是其中之一。刚开始也是因为看到别人拍影片、分享观念，可以做自己有兴趣的东西，跟累积流量跟收入，感觉很自由又会很有成就感，所以我也想试试。后来我就开始拍影片、写脚本、学剪辑，慢慢进入这个领域。但真正做了之后，我才发现自媒体这条路虽然看起来门槛不是很高，但要走得长久其实很不容易。因为从脚本、企划、影片拍摄到剪辑、节奏、字体美编、封面设计，每个环节都是学问。我一开始也是什么都不懂，也是边做边学，花时间摸索观众可能喜欢看什么，怎么下标题才会有人点，什么样的内容可以被演算法推。而且自媒体的收入也不是一触可及的，像 YouTube 一开始如果没有破1000订阅跟4000小时的观看，根本连广告收入都没有。就算后来达标了，广告费也要看观看数跟受众类型，其实并不稳定。那你可能会看到有些人靠业配、靠联盟行销、卖课程变现，但这些都需要前期大量的内容产出，建立观众信任，培养系统能力，真的不像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而且最现实的问题是，我们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正有稳定还过得去的收入。有可能有一支片突然爆红，多了几千订阅，但相对的也有可能你辛辛苦苦做了一整个礼拜，但是流量超少，完全没什么人看。所以到后来我就开始调整心态，把自媒体当成是长期经营的资产，而不是可以立刻赚钱的管道。那其实也不是只有自媒体，只要是透过影响力赚钱的模式，商业人、网红、讲师，他们之所以能赚钱，不是因为有多少商品在卖，而是他们的影响力够大，你们还方愿意花钱买他们的曝光跟信任感。自媒体创作者也可以透过频道变现，只是这个影响力的规模、受众跟这个中间的转换方式不同而已。那这种模式的优点当然就是，一旦你的影响力累积到一个程度，就可以拥有更多赚钱的弹性。但缺点
就很明显，前期要长时间的经营，就算红了也完全无法保证可以赚多少、赚多久。所以对我来说，自媒体是一条可以长期走，但不太适合单靠它解决短期财务压力的一种副业方式。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后来开始认真研究投资型副业的原因。在做过各种靠时间换钱的副业之后，除了主动工作外，能不能让钱去帮我赚钱就好。虽然投资不算是传统定义的副业，目前为止我还是认为它是一种很值得经营的收入来源。对于不想一辈子靠时间体力工作，又希望多赚点钱的人来说，这真的是一种很不错的加薪方式。那我自己开始投资的是 ETF 跟一些比较稳的个股。投资这种的优点也不用多说嘛，就是简单好上手，不用太常盯盘，慢慢存慢慢买的话，存个几年大多就会有不错的绩效。但买个股跟 ETF 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啊，例如它赚钱的速度偏慢，想要比较有感的赚到几千几万，那么就是要等个几年赚价差，要不然就是你有比较大的本金才会比较有感的有每月每年加薪的感觉。所以后来我开始研究美股选择权，才体会到投资赚钱其实可以更主动一些。但很多人听到选择权感觉很危险很可怕，但我自己的实际研究跟操作，觉得风险其实还算可以控制。那它最吸引我的点就是它可以不用很多本金，就能每周每月多赚几千甚至几万，赚钱速度比买 ETF 跟个股快蛮多的。但是有时候在牛市或是股价持续创新高的时候，我们买 ETF 或个股的时候都一直思考，现在买的话会不会有点买贵？要等低一点再买吗？结果钱就一直闲置在那里。选择权就不会这样子，因为持续创新高，我们有更高的机会可以赚钱。举个例子，像之前算过，如果 ETF 要存到月领3000，以高股息殖利率大概10%计算好了，可能本金要准备30万。如果是选择权，有时候只要不到一半的本金，大概10万块多，一个月操作个几单，然后每月多赚3000到1万以上的收入，应该不算太难，而且资金也不会被绑住，可以随时调整运用。虽然也不能保证每次都稳稳赚，但我觉得某方面来说，看到资金每周都在滚动，每个月都可以帮自己有现金入袋的感觉，是还蛮踏实的。当然呢，选择权也不是万灵丹，它有风险，需要正确的策略跟控管。但如果能适时调配跟其他投资方式之间的比例，就可以互相补足各自的优劣势。对我来说，是一个蛮弹性又能每月增加收入的一种赚钱方式。所以总体来说，我会把投资也看成是一种更自由的收入来源。它不像其他副业也要靠时间劳力去换，而是当我们把基础打好，透过学习跟实践，就能慢慢建立自己的被动或者半被动式的收入。直接回顾我这几年做过的4种副业类型，有的比较稳但花时间，有的赚得快但不一定长久，有的看起来被动但其实前期需要花很多时间。当然啦，像投资这种看起来不用花时间也不用花劳力，但本质上还是靠钱赚钱，本金越多效果越好。那我觉得这4种也没有哪一种比较高尚，就是都有各自的好处跟现实的限制。但以我的工作经验，我自己最深刻的体会就是靠时间换钱真的很累，也很有限，因为再努力再拼命接，一个人就是只有24小时。所以后来我就觉得找到那些有累积性的行业，可以累积的收入方式，才是我觉得未来可以越做越轻松，可以做得比较久，也比较接近自由的状态。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分享。如果你也一直希望每月多赚一点，但又不想太累，让这支影片可以给你一些启发。那喜欢这期内容的话，也欢迎按赞订阅，也可以留言你做过哪些副业，或最有兴趣的是哪一种呢？欢迎留言分享。那我们下次见，拜拜。